不要回头。虽然这首歌已经听过很多遍了，这首是我唯一一首听了很多遍的歌。那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顺序，01、02、03、04、05、06、07、08，在归零之后再来听这首《不要回头》。小心地触摸世界的形状，慢慢张望，每次迈出一步都放下了所有的戾气，满心都是温柔啊。我知道不要回头的方向一定会跌宕，原来起伏是莽撞的回响，不过就这样带着我的倔强，向着光的中央，就这一句出来啊，释然坦荡，不回头看，以后的路只有向前。开场，前方会怎么样？大不了碰撞。他们说失望不过是平常。我觉得每一个能理解肖战、理解这张专辑的人，看到肖战开始轻快的大步向前走的时候，都是会很欣慰的。他终于开始往前走了，而且是轻快的步伐。也是我的回响，不如就这样带着我的倔强，开始跑了。我的中央，让理解的声响推着我前往，只要一个目光在等着我开场。大家把8秒红海4个字打在评论区吧。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对应这个时期吧。我说的没错吧？刚才那个副歌起来那一下，不就是所有灯牌亮起来照亮的吗？我的倔强，向着光的中央，让理解的声响推着我走起来了，跑起来了，跳起来了，笑起来了。这首歌所有的意象映射的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性的节点。光联满足说对，这首不要回头就是那天晚上8秒红海的具象化。所以历经千帆顶峰相见，不要回头。这首歌真的没什么可说的，我听了太多遍了。这首歌我想你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简简单单的这几个字，顶峰相见。来听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单曲，编号10，晚安。有光，有水，有海的概念。一碗汤，冲开一段暖心的悲伤。一碗面，一碗汤，历尽千帆，顶峰相见，但还是要回归初心的简单。或是他，就当作是饭后点心吧。别太悲观，总要试着习惯。留下的人不得不去承担。这首歌的 MV 非常的艺术表达上面非常的直白。肖战的身后是万千灯光，是明亮的镁光灯。但是肖战选择背对着这些灯光，用最极简的唱法
最朴质的、最朴素的初心来演唱这首歌，依然是一个在艺术表达上做了对立冲突的一首 MV。用1万分吞下整夜的孤单，别说了，天都快乐。今晚有回放吗？有，今天晚上的直播会有完整的回放啊，大家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送我的温暖。暂停一下，聊聊这首歌啊，聊聊这首歌。我们看一个画面，我觉得这个画面，这首歌，这几句话，是肖战他的人品，他的事业观，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的真实写照。很高，这首歌的高度很高，这一遍我才看出来，10晚安这首歌的高度非常的高。肖战背后的光已经亮到我对着屏幕我脸都亮了，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就放这一帧我脸都亮了。肖战选择背对他，前面9首肖战跌入谷底，在疼痛中努力的去寻找光明，到漂流那首歌他亲自点亮了世界，到灯塔，到不要回头，都在冲向光明。但是当他重新得到了这些光辉之后，他选择背对着，选择质朴，选择简单，选择最朴素的表达。所以就是晚安，我觉得是他内心重归于冷静，重归初心，返璞归真也好。这首歌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晚安其实也是想唱给所有陪着肖战风风雨雨的这些粉丝们。可能8秒红海，可能他重新回到荧屏上，你们比他更激动，但他希望你们像开头一样唱的什么一碗面，哎呀我又饿了，你怎么唱歌还能给我唱饿了？他希望你们也能回归最初的那一份质朴，就是听歌看他的剧，不要去吵吵闹闹去这个搞这些大动作。陪伴我们，所以在最后一首歌他重新定义了我们2个字。我们不是要一起惊天动地，我们也不是要一起杀伐四方，而是要最简单的一碗面的陪伴。用1碗面1碗汤，冲开一段暖心的悲伤。不行了，等会儿下播我要去吃面了，这我哪受得了？以后还有专场吗？有啊，我又不是今天直播完就退网了。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我的直播基本上都是专场，然后接下来我会做一个电台的频道，就是在这个账号里面，我会专门就是一个专辑一个专辑，或者一场演出一场演出去解读，或者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去解读，也会把肖战之前的综艺的这个演唱的上升之路去做一个长视频。我后面可能发长视频会很多，就半小时、1小时、2小时、3小时的视频啊，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喜欢的呢支持一下，不喜欢的帮忙点个赞再刷走。所以这首歌现在听下来就释然，很温暖。这首歌不能再哭了，这首歌哭就不对了，把眼泪憋回去。这首歌就不能哭了，这首歌是很甜的，这首歌是很甜的。为什么好几个 MV 场景地上都是水？这个我的理解，它来源于编号02都一样这首歌的 MV， 背后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表达，就是城市，而他脚下踩的是海。
这是现实和虚拟、现实和想象之间的这个冲突的艺术化的表达。包括在编曲里面我有讲到，到时候看回看可以听一下都一样那一首的解读，在编曲、在演唱方法、在艺术化的这个画面营造上面都有这样的就是现实和虚幻之间的这个冲突表达。好，这是这首晚安，那很完美的一个结局，就是回归到我们。那肖战在这首歌里面解释了他对于我们的理解啊，我刚才也说了，不是我们要去惊天动地，不是我们要去轰轰烈烈，而是回归质朴，回归简单，回归本真，回归初心。又想起他，或是他，这首晚安。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这首 outro， 这个 outro 我没听过啊，短短的47秒，我们来看看。停。这个 outro 其实就是晚安的尾奏呀，感谢梦雨啊。这个 outro 就是晚安的尾奏呀，跟刚才晚安的调、节奏、速度一模一样。哒哒哒哒，对吧？来，我们从 outro 再来听。开始变慢了。浪漫主义的，又下雨了，回到开头。非常浪漫主义的旋律啊！又走过来了。晚安。鸡皮疙瘩！再听一遍。谁没戴耳机？晚安。晚安。这个我听懂了，因为刚才你们已经教会我了。有没有耳机带反的？耳机带反的扣个5。左耳的晚安，为什么在左边说晚安呢？为什么只在左边说晚安呢？右耳也要听一下。晚安。满足了。我耳机反过来戴了，右耳也听一遍。左耳离心脏近，对的啊，这个刚才大家已经给我分享过了，这个左耳离心脏近的这个知识点了啊。好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直播啦。我们看了完整的我们这张专辑的制作幕后啊，然后这应该是我第2次完整的听这张专辑啊，不是我第1次完整的听这张专辑啊，但是每首歌基本上都是第2遍以上。那应该跟我之前的 reaction 不一样啊，大家有看过的应该知道，跟我之前 reaction 的关注点和一些感悟完全不一样。那这一次的解读是从 intro 到01、02、03、04、05、06、07、08、09、10，再到 outro， 完完整整的我们听了一遍。我想大家都听懂了，我也听懂了。这张专辑的艺术性、音乐性，它的故事性，再到肖战借助这张专辑所塑造的自己的人物形象、自己的职业价值、自己的观念，真的都非常非常的顶，非常的顶尖。很
很震撼。本来今天的直播我预计可能大概2-3个小时就能讲完，但真的今天听了很多东西，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可能应该有1-2万人陆陆续续的在直播间，真感谢大家陪伴分享了这些东西。然后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今天的直播会完完整整的1秒不减的有回放，点关注，到时候发了之后会第一时间推给大家。然后后面我也会做更多的系列化的这个解读啊，大家如果有好的选题或者说好的维度，可以私信投稿给我啊。那么也可以进入到粉丝群，我们的粉丝群蛋仔派对，除了聊音乐，平时也会聊一些宵夜和好吃的我要去吃宵夜了，饿死了。好的，感谢大家晚上的陪伴，听完肖战吃宵夜下播啦。我们听完这首晚安，好吧，祝大家晚安。